蓝湛救命啊！有狗啊！魏无羡紧紧攥着香喷喷的烤鸡腿，撒开腿拼命往前跑。听着仿佛越来越近的犬吠声，魏无羡吓得3魂去了2魂半，只下意识喊着蓝湛，全然不知身后狗叫声渐远，身后只剩3个小辈为了追魏无羡而上气不接下气。我的天，魏前辈你等等啊，我岔气了！蓝景一一手按着腹部酸疼的地方，却不敢停下脚步，只恨这空旷的野外连棵给魏前辈爬上去的树都没有，不然他们何至于如此狼狈追人？蓝思追和金灵焦急望着丝毫听不见他们呼唤，只顾往前跑的魏无羡，又不敢留下景怡一人在这危机四伏的旷野，只能一左一右架着蓝景怡继续追魏无羡。蓝景怡此时真是呜呼哀哉，苦不堪言。岔气虽然很难受，但是如果弄丢了魏前辈，他们怕是承受不住韩光君的威压，那岂止是难受，那是生不如死啊！此番本是魏前辈听说了此地，便同韩光君带着他们来长长见识。韩光君又被泽无君突然叫走，至今还未回。刚刚在魏前辈的帮助下打退了一只突然袭来的人面鸟身还只有1条腿的家伙，谁知道还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成，不成，有机会他定要到这里来种上几棵树。这群人1个忙着跑，3个忙着追，腰间别着的剑一时成了摆设。魏无羡一身冷汗，却被大雾迷了方向，眼前一阵模糊，脚下一个踉跄，手中油纸包裹着的鸡腿落地。再抬头，就见前方站着那个白衣飘飘的熟悉身影。因着心下慌张，倒也没注意周围人物，以及那熟悉身影其实缩水了。蓝湛，救我呀！狗，有狗啊！魏无羡1个跃步冲进蓝湛的怀里，但觉得紧紧抱着人还是不够安全。魏无羡顺着蓝忘机的身子往上爬，双腿环住蓝湛的腰，双手环抱着蓝湛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了蓝湛的身上，这才觉得可以安心的瑟瑟发抖了。蓝忘机被这突然撞进怀里的人撞懵了，下意识要将人扔出去，侧头却看到一个和魏婴一模一样的人，全身心信赖地叫着自己的名字。蓝忘机鬼使神差般停下了手，身上这人有血有肉，温热的身躯正抱着自己不住的颤抖。他靠得这般近，身上竟有同自己一般无二的檀香飘入他的鼻尖，其中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莲花清香。这莲香是魏婴每次靠近自己的味道，亦是百凤山的树下，他放纵自己贪婪深吸的眷恋。你可还好？蓝忘机犹豫开口，抬起的手落在这人身上安抚不对，放下也觉得好像不太对。无措中又想到这人好像是因为怕狗，让自己救他，可他瞧着身后明明没有狗，却仍耐心补充道：已无狗。听了蓝忘机的话，魏无羡这才安定许多，却仍抱着人不肯撒手。不好！蓝湛这个时候竟然没有把我紧紧抱在怀里。魏无羡用脸蹭了蹭蓝忘机的脖颈，委屈巴巴地开口道。从魏无羡突然出现就安静的出奇的斗岩厅里，响起了众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感受到自己抱着的人身体顿时一僵，魏无羡这才意识到不对劲，抬头竟然看到了自家竟然年轻了不少的道侣。凝神感受，气息、灵力、样貌，没错，这个道侣是自家的，不是什么山野精怪变的。只是这灵力不如寻常浑厚了。蓝湛，怎么回事？香炉，不对呀！尚未等魏无羡想通这是怎么一回事，就突然被人从蓝湛身上扒拉了下来。喂，你做甚扒着蓝湛不放？韩光君岂是你能触碰的？握着陈情的手不断收紧，这打从刚才起就站在旁边的黑衣男子此刻十分不爽，另一只手还拿着刚刚替蓝湛挡下的酒盏。魏无羡正在思考，却被人无端打断。怎么着，我还不能抱我家道侣了？虽然不知为何道侣年轻了不少，但我的人，我想抱就抱。扭头就要教训一下这不长眼的无名小辈，却在转身的一瞬间愣住。2个人，一黑一白袍，腰间同样别着一管笛子，笛子尾同样垂着如血的红穗，就连样貌都如出一辙。只不过这白衣比那黑衣矮了半头。我靠！连这表达震惊之语都如出一辙。
本就因为魏无羡突然造访，还替韩光君挡了一杯酒而惊诧不已的众人，这下纷纷吓得站起身。随着两人整齐的一声“我靠”，回过神来，原本安静的斗岩厅仿佛被按下开关，霎时乱糟糟了起来。众人举起武器，严阵以待。刚才那白色身影出现的毫无征兆，又过快地埋在了韩光君的怀里，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看清其样貌。如今见着，竟是与这人人畏惧的魏无羡一模一样。以金光善为首的众人更是心中发虚，他们步步算计，既贪婪又胆小。今日这场所谓的清谈会，便是吞噬魏无羡、削弱江家的第一步。可这大幕还没正式拉开，本尊就出来搅局。不过也好，魏无羡此人的行事作为，无不在一步步将自己引向他们的圈套之中，自掘坟墓。他的出现，他们乐见其成，闹得越大越好。可是现在怎地又多出来一个魏无羡？而这个白衣魏无羡，让他们的心中更加恐惧。突然出现而不被众人察觉，又能以极快的速度移动到韩光君那里，可见此人武功深不可测，说不定还在黑衣魏无羡之上。何况这人来的蹊跷，他们不知此人脾气秉性，更不好对付。魏无羡，你又使得什么阴诡之术？我告诉你，仙门百家界皆在于此，岂容你撒野？金自勋几杯酒下肚，倒是酒壮怂人胆，第一个打破了僵局。黑衣魏无羡被金自勋的话叫回了神，他还有要事要做。金自勋，不管你是谁，我们回头再说。黑衣魏无羡莫名觉得这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压下心中疑惑，转头与金自勋道：“我问你，温宁在哪？”“谁啊？我怎么知道？”金自勋轻蔑地瞧了一眼怒目圆睁的魏无羡，“温狗。”“呵，魏无羡，你竟与温狗搅和在一起。这人你一定记得，上个月你夜猎一只八翼蝙蝠王到了温氏残部的聚居地，带走了一批温氏门生，为首的那个就是他。”金自勋有些印象了，但偏偏不想让魏无羡如意，双手抱胸敷衍道：“不知道，不知道。区温狗，我做甚要记他的名字？我再问一遍，温宁在哪？”黑衣魏无羡咬着牙一字一句道：“他的耐心已经耗尽，晚一分温宁便多一分危险。”说着，将手压在陈情之上，团团黑气瞬间被激发出来，也唤醒了众人对当初那尸山血海的记忆，而这手笔就出自那人之手。此刻魏无羡腰间的鬼笛，在那些心怀鬼胎之人眼中，便如同那来自阴鬼地狱的斩头刀，悬悬不知要落在谁人头上。几番对峙的功夫，足够让白衣魏无羡理清楚如今的状况。他竟然是回到过去了，还正是救温宁的时候。他许是在那上古深山中触发了什么阵法，或是冒犯了什么神兽吧，也算是一番造化。就是不知那3个小朋友如何了，蓝湛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呀？没有蓝湛，他晚上可是睡不好觉的。看着抑制不住怒气的他自己，魏无羡摇摇头，不管了，先解决眼下。他上前按住黑衣魏无羡的手，一下子便驱散了缠绕着陈情的怨气。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黑色怨气消散的过程中，竟化作温和的红色灵力轻抚过黑衣魏无羡紧皱的眉间，才再也寻不见了。迎着自己错愕的眼神，魏无羡开口道：“宁神，我带你去救温宁。”黑衣魏无羡却戒备地甩开白衣魏无羡的手，狐疑地看着这人。说到底，这人是敌是友，他根本无从分辨，更何况他能这么轻易化掉自己用来保命的怨气？若是敌，不用，我自己解决。你自己，你就不能动脑子啊？魏无羡戳着自己瘦弱的肩膀，恨铁不成钢道。压下心中想揍自己一顿的念头，白衣魏无羡清了清嗓子，上前一步。众人立刻拿着武器，警惕地后退一步。白衣魏无羡腹诽：“至于吗？至于吗？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你们怎么这么怂？”他扬声道：“赤峰尊、泽无君，还有敛方尊，如今一些老幽妇如深陷困境，等待救援，想必3尊定不会见死不救。此事刻不容缓，望几位能同我走一趟。况且这穷奇道正藏这些秘密，我一人之力恐难以对付，魏应在此诚邀在座各位去看场大戏。至于我怎么来的，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哈。诸位以为如何？你所言当真？若是老幽妇如有难，我等自然义不容辞。
聂明觉在射日之争时便对于这个少年英雄存了几分敬佩。鬼道虽阴狠，但这魏无羡又没用他来滥杀无辜、严刑鲁莽、不守规矩的这些传闻，他倒没有太在意。我兰氏愿同魏公子前往。蓝曦臣看了眼此刻面容严肃实则十分茫然迷惑的弟弟，说道：“这白衣的魏公子身上定然有许多秘密。”此人出现的突然，众人或反应不及，但他一眼便认出了这一身白衣之上绣着的是蓝氏卷云纹，样式竟是本家嫡亲所配。他观望机神色，也是认出来的，只是此时不便开口询问。还有那腕部缠绕着的，虽被衣袖堪堪挡住，但刚刚这人向他作揖时还是露出一截的。莫额，泽无君看着自家弟弟身旁一黑一白、一冷一热两个魏公子，微微一笑。此事当真有趣。这位公子，脸方尊缓步走下台阶，对着白衣魏无羡恭敬作揖。你虽长相与魏公子相同，但这位公子明明在此，我等也不好轻易相信一个身份不明之人的几句话。更何况这穷奇道乃我金氏管辖之地，你们贸然闯入，我等实在为难。而且那里不过是关押着温氏余孽，不知这位公子说的老幼妇孺从何而来啊？莫不是温氏的人？若是，又何来救人一说呀？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脸方尊！三言两语便将矛头指向自己。时隔多年，他魏无羡倒是再次受教了。白衣魏无羡面色不改，对于脸方尊的说辞，竟然还时不时点点头，似是表示赞同，却不答话，晾着那保持微笑的脸方尊在一旁。你说去就去呀？你们就不怕这是魏无羡诛杀仙门众人的陷阱吗？金自勋很适时地跳出来搅局。那姚宗主听了，便开始同身边之人交头接耳。是啊，这位无羡突然邀众人去穷奇道，不知是何缘故。我们去了，若有什么不测，哪抵挡得住鬼敌和阴虎符啊？况且这人来的蹊跷，估计就是魏无羡变出来的。这天下怎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我等心中不安呐。这交头接耳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刚好能让众人听到。那双胞胎可不就是一模一样的，总不可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吧？聂怀桑缩在自家大哥身后嘟囔了一句：“跟他们废什么话？你若知温宁在何处，就赶快带我去。”黑衣魏无羡听他们在这里你一言我一语乱扯，早就失了耐心，拉着白衣魏无羡便要跑，却被人一个使劲拽了回来，再怎么拉也拉不动。魏无羡不得不承认，这人虽比自己矮，但他似乎打不过他。那人不紧不慢道：“别着急，为了以后，总要找几个人见证。”白衣魏无羡转着陈情，轻声哼了几个调调，正是傍晚，静静看着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做戏。身子一歪，本想如往常一般靠在蓝湛身上，才猛然想起此蓝湛非彼蓝湛，刚刚报错了就算了，如今他的老腰还想要一个急刹车，堪堪将歪了的身子板正，整了整衣袖，道：“多谢泽无君、赤峰尊信任。此番救人要紧，据我所知，这穷奇道的秘密也关乎百家基业性命，诸位当真不去瞧上一瞧，看看又不会少块肉，对吧？何况脸方尊说的对，这穷奇道是金家的地盘，我一外人是绝对没有可能在那里设置什么陷阱的，除非跟金宗主串通好了，倒是有可能。”白衣魏无羡语气无辜之极，他不过是个柔弱男子罢了。众人听此，一时无话，赞同不是，金家他们还惹不起；反驳也不是，他们怎知有没有这种可能？白衣魏无羡看着那座上的金光扇，笑得十分友好和善。那人除了刚偷偷吩咐了人下去后，便一言不发。这猥琐老狐狸不知道又在算计什么呢？脸方尊见此，忙上前陪笑道：“这位公子说笑了。”魏无羡顺势而下，开个玩笑，这笑话多好笑啊哈哈！金光瑶低头笑而不语，看似认同，实则脸轻微抽了抽，表情都要绷不住了。这人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当然了，为了让各位安心，我自愿将这陈情交与韩光君保管，如此我便手无缚鸡之力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此话出口，一片哗然。这鬼敌陈情可是魏无羡使用怨气的法宝啊，如今竟这么轻易交出，难道真是为了救人，为了大义？白衣魏无羡倒是觉得无所谓，
这陈情不过是他随手在乱葬岗上砍的黑竹子而已，乱葬岗要多少有多少。说罢，便将自己的陈情抽出，顺手夺了黑衣卫无限的笛子，一并双手奉上，交给了蓝忘机。抬头时还不忘冲着蓝忘机挤眉弄眼，看着蓝湛不自在的别过眼，魏无羡心中越开了花。这部精斗的小古板可是好多年不见了，哈哈。无奈黑衣卫无羡被他捏了下手腕，只低声说了句信我后，就反抗不得，似乎真的信了他。但是看着他如此轻浮的斗蓝湛，仍是气结，心中倔强骂道：这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众人眼中，这白衣魏无羡此番行事规规矩矩，谦虚有礼，那行礼的姿态与蓝氏之人如出一辙，而他嘴角扬起的弧度，竟与那时刻笑容温润的泽无君如出一辙。这话说的正义十足，这做派诚意十足，一时让人挑不出反驳的理由。漂亮话谁不会说，大义凛然的姿态谁不会摆，虚与委蛇又不是只有你们会。笑话，他魏无羡可是跟着大哥学了好几年的蓝湛都夸他了呢。总之，这穷奇到滥杀无辜，率领温氏旧部占山为王，公然与百家为敌的骂名，他可不会再让自己背了。魏无羡，江澄刚刚插不上话，这才带到机会，一声怒吼：这两个魏无羡是怎么回事？他又要搞什么花样，竟给他闯祸？黑衣魏无羡刚要开口，就被白衣魏无羡拉到了身后。白衣魏无羡隔着一段距离看了那头的江澄一眼，张了张嘴却无话可说，便错开了眼。而江澄却被那一眼看得心下惊诧到说不出话了，淡漠冷静，仿佛在看一个过路人，掀不起心中半点波澜。魏无羡何曾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见众人不再反对，不管去的人多人少，反正有蓝聂两家的表态就够了。白衣魏无羡道：如此，我们赶紧出发吧。他从乾坤袋杂七杂八的小玩意中翻出了快要落灰的归元剑，这是他再次结丹后叔父为他重新打造的剑，他欢喜了很久，但出门在外更习惯由蓝湛带着他飞，因此这剑除了和蓝湛比试，基本毫无用武之地。看了眼一旁闹别扭的自己，白衣魏无羡抬手一推，将人推到了蓝湛的怀中。蓝湛，这小家伙麻烦你带他一程，他暂时御不了剑。你，黑衣魏无羡被蓝忘机扶住，二人闻言皆是又惊又急，却不知如何开口，只能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人。有什么话咱们就出温宁他们再说，温情还等着呢。白衣魏无羡与蓝湛待在一起这么多年，他的表情和小动作早就了如指掌，更何况是如今还很青涩藏不住事的小蓝二哥哥呢？众人升至半空之时，下方传出蓝景怡三人欢喜呼唤：魏前辈，韩光君。他们追着魏无羡而来，就发现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到了金陵台上，感受到空中灵力波动，三人一抬头就见好几道剑光正在上升。蓝思追一眼认出了魏无羡的红色剑光，顿时心安，还好追上了。而且韩光君也在，也不知韩光君是如何找来的，想必是魏前辈又造出的什么情意绵绵符，如胶似漆阵，直接把韩光君拉过来了吧。白衣魏无羡扭头看到了下方蹦蹦跳跳引起自己注意的小朋友们，扬了扬手，高声喊道：孩儿们，跟上！此番可不像当年他与温情仅靠着一双腿，片刻不停赶路，到达穷奇道时天已经黑了。这次他没有再去寻温情，而是拜托蓝湛派了明兰家弟子去接温情与他们会合，自己则直接带着人飞往穷奇道。不过一盏茶的时间，那扛着一面破损不堪的温氏大旗的佝偻的身影就出现在众人眼前。速度之快，让白衣魏无羡心中升起了些侥幸的念想，会不会这个时候温宁还没有？聂明觉看到这颤巍巍的老人家十分吃力地扛着一面高旗，身后还背着个看样子不过2-3岁的稚子，顿时火冒三丈。就算是温家战俘，作何要这般折辱为难一个老人家？稚子又何辜？加快御剑速度落了地，上前一把拿走了那分量不轻的高旗，扔到地上。这一举动却是吓得婆婆一惊，满脸畏惧，膝盖一弯就要跪在聂明觉跟前求饶。还好聂明觉手疾眼快，搀扶住了婆婆。老人家，你别害怕，这平日里5大3粗，说话靠吼的人，
清了清嗓子，放慢语气，努力让自己语气柔和些。这婆婆还是身子抖得厉害。而她身后的孩子瞪大眼睛瞧了聂明觉一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下聂明觉可谓是手足无措了，还好白衣魏无羡及时上前解了围。白衣魏无羡在握住婆婆的手的那一刻，就红了眼眶。这是他曾经拼死也想要护住的人呐，到最后却谁都没护住，还要他们灰飞烟灭救了自己一命。婆婆，白衣魏无羡尽力稳住自己颤抖的声音，您别怕，我不会伤害您的。我叫魏无羡，是温情让我来救你们。就温宁的说罢，白衣魏无羡扶着婆婆坐到一旁的石头上，您先在这休息一下，我去找温宁、四叔他们，然后我带你们走，好不好？老婆婆听她像是和秦姑娘相熟，微微点了点头，仍是不敢多说话。我们先去找温宁。黑衣魏无羡上前道。蓝湛，你带着。白衣魏无羡习惯性去找蓝湛，扭过头话还未说完，就见蓝湛带着一蓝氏子弟走了过来，拿出乾坤袋中的东西，帮婆婆包扎。蓝曦臣又命人拿了水和干粮过来。蓝思追看了看魏前辈，又看了看她身旁的婆婆和背上的小孩子，加上路上魏前辈传音给他们三人简单解释了一下情况，心中有了猜测。就见魏前辈看着他点了点头。蓝思追呼吸一滞，垂着的手瞬间攥紧衣衫，隐忍着没哭出来。因着蓝思追自请留下照顾婆婆和孩子，蓝景怡和金陵虽以霍思追作何这般激动，却也一同留下了。白衣魏无羡循着记忆向前，众人紧跟。这里的都头见一行人靠近，上前就要盘问，却见那白衣男子身后跟着的是聂宗主、蓝宗主，还有敛方尊。金光瑶一句无事，打发了都头。此刻人多，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也无法吩咐些什么，只得装作一派问心无愧的样子，看着这白衣魏无羡胡闹。一路上的战俘个个面色清白，不理虚服，10多名督工策马呵斥着。见此，众人淡漠有之，不忍有之，觉得他们活该，恨不得补上2脚的亦有之。直到他们远远见得一人从腰间拔出一熟悉的烙铁，狠力地向着体力不支倒在地上的一人戳去，旁观者的姿态就再也维持不住了。穷奇道乌云压境，阴风嗖嗖，怕是大雨将至。金光瑶眉头轻皱，心中略有不安。他明明看见父亲吩咐了人下去，必是提前过来转移那些不该出现的东西，可是这烙铁怎么还在呢？聂明觉一个箭步上前，夺下那督工手中的烙铁，这竟和从前岐山温氏的家奴们惯用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顶端烙片的形状从太阳纹改成了牡丹纹。金光瑶，你最好能给我一个解释，你金家这样的作为，莫不是想效仿温氏吗？聂明觉将这烙铁狠狠甩在了金光瑶的脚下。蓝曦臣见此，平日里温和的笑容不在，抿着唇一言不发，等着阿瑶给他一个解释。那板起脸的模样，与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蓝忘机似是不差分毫。这厢众人围着金光瑶讨要一个说法。那厢魏无羡已经从那尸堆中找到了温宁，终究是晚了一步。白衣魏无羡从那散发着恶臭的尸堆中抱出温宁，轻放在一旁还略微干净些的地上。雪白的衣衫早在他在尸堆中翻找搬出温宁时就脏污不堪，将寻了袖子上稍微干净的一处，想要擦去温宁嘴角早就干透，已凝成暗褐色的血迹，却是徒劳。黑衣魏无羡看着胸口无半点起伏，肋骨已经被打塌半边的温宁，面无表情地听着都头这里没人敢杀人的狡辩，本想用陈情召唤温宁起尸，手往腰侧一摸，却没摸到自己的笛子，这才想起来笛子让那个白衣服混蛋抽走交给蓝湛了，而蓝湛也被那混蛋派去救人了。蓝湛几时这么听话了？黑衣魏无羡突然觉得无比憋屈，靠，杀人偿命，报仇这件事就让他自己来好了。白衣魏无羡说罢，一串诡异的口哨声传出。这鬼道的祖师爷没有笛子也是无所谓的。温宁听到指令，僵硬站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吓得正在围着金光瑶讨说法的人一惊。聂明觉拽着金光瑶，后面跟着众人向声源处赶来，正看到温宁铁箍般的手各掐着一名督工，一个对撞，2个脑袋登时如同炸裂的西瓜。砰的一声巨响，红红白白爆了个天女散花，过于血腥的场面看得众人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那姚宗主颤巍巍地指着温宁，哆哆嗦嗦，一句话还没开口，就看见白衣魏无羡在温宁身上一拍，道：“杀人偿命，以牙还牙，怎么？各位觉得有何不妥？”说罢，眼神轻飘飘地落在了姚宗主身上，吓得姚宗主赶忙收回了手，往人群中挪了挪步。杀人偿命，自然是天经地义。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聂怀桑捂着眼睛，手指漏缝地补充道：“魏兄，这里眼看着就要下雨了，蓝二公子带回来的这些老幼妇孺需要安置，我们还是先走吧。”这时，刚刚听了白衣魏无羡的话离开的蓝忘机，顺利地从商贾那头的棚屋里找到了温宁手下的一众修士，带着走了过来，朝着白衣魏无羡点头示意，复又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没有多言，在黑衣魏无羡身旁站定。不着急，这里还藏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呢。白衣魏无羡笑看金光瑶的表情瞬间僵硬，不是为某人危言耸听，这东西金家想吞下，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能耐。白衣魏无羡轻轻划破自己手指，在空白的符纸上一通乱画，轻道一声去吧，就见得这符纸受到感应一般向穷奇道深处飞去，停在了一面石壁上。当今修真界与鬼道一途，无人能出魏无羡之右，金光瑶知道瞒不住的。只可惜魏无羡是敌非友，不过要不是他父亲的贪婪和野心，他说不定能跟魏无羡相安无事，何况还有蓝家在中间。金光瑶知道事情已成定局，本想跑路，奈何他大哥耿直刚烈到让人发指的赤峰尊，如同拎着小鸡崽子一般哪去哪拎着他，他根本逃不掉啊！你到底发现什么了？黑衣魏无羡不解，他也没感觉到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呀。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你那点道行还不够瞧的，可不察觉不到。白衣魏无羡歪着头道，对于打击小时候的自己这事上，十分热衷且深觉有趣。白衣魏无羡敲了敲这石壁，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符，正要往石壁上一拍时，停了下来，看着身后聚精会神、老老实实跟他大眼瞪小眼的众位修士，嫌弃道：“我说诸位，别傻愣着了，后退点行不？炸到你们，可别想讹上我。我没钱给你们治病，爆破符都没见过吗？他们傻死了。还是我们家蓝湛聪明，已经拉着大哥和那个傻小子站到安全的位置了。”轰的一声，石壁瞬间坍塌，露出里面仿佛通往深渊的漆黑通道。众人还惊诧于这小小符纸竟有这般大的威力之时，就见石壁之后走出一少年。听到动静走到门口查看的薛洋被灰尘呛得直咳嗽，看清来人，瞬间眼前一亮，魏无羡。一对虎牙衬的这人好似一派天真，但眼中邪气却是掩盖不住的。薛洋手脚并用，翻过地上的碎石，走到白衣魏无羡面前，拍了拍手上的土，忍不住问道：“我说，你炸我门干嘛？我懒得找机关开门不行啊？”白衣魏无羡回道：“行行行。”薛洋本着你厉害你有理的原则，应承道：“他还有求于魏无羡呢，阴虎符这玩意儿还挺难搞。”懒得再跟他废话，白衣魏无羡直接动手，一招就将归元剑架在了薛洋脖子上，抢了他怀里的阴铁。瞧了瞧这乌漆墨黑的丑东西，白衣魏无羡冲着薛洋扬了下下巴道：“说说吧，薛洋，你为什么在金家的地盘？这阴铁怎么又在你手上？”这山洞里，白衣魏无羡目光一凛，是什么东西？抢不过魏无羡的薛洋也不气恼，看着这热热闹闹的一群人，那个小矮子也在，戏谑道：“金光善那个糟老头子让我帮他练阴铁呗，这里面有些活死人，我找金老头要来练手的。”薛洋出卖起盟友来毫不手软，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话引起的轩然大波。你是不知道你操控的阴虎符有多让人羡慕，这力量可是有不少人觊觎的。薛洋掏了掏耳朵，继续道：“不过这东西我研究了有些日子了，还是没有什么头绪，你收我为徒吧，教教我怎么玩。你还真是是非不分、草菅人命的一把好手啊。”黑衣魏无羡嘲讽道。谢谢夸奖。薛洋听了十分得意，想瞧瞧这位夸人很对他胃口的仁兄是谁，却不想又瞧见一张魏无羡的脸。两个魏无羡。薛洋吊儿郎当的姿态略收，来回打量着这两个人，有意思。
这跟来的家主们贪生怕死，不敢进山洞。谁知道里面藏着的东西会不会如同射日之争时魏无羡操控的凶狮一般咬人？于是便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一番陈词奉承，请赤峰尊和泽无君先带人进去看看。他们在洞外一方面看管着薛洋和金家的人，另一方面负责接应他们，以备不时之需。听到这话的薛洋在一旁捂着肚子笑个不停，朝着打刚才起就不搭理他的金光瑶说道：“小矮子，你说你还让我费力复制阴虎符干什么？就这块阴铁，就够这仙门百家下的屁滚尿流了，哈哈哈哈哈！怂死，太可笑了。”金光瑶没有理会薛洋，他现下心中慌乱，这老铁是小，糊弄过去不过是被责骂几句，但是若这洞内的东西与他扯上直接的关系，纵是一直护着他的二哥，也饶他不得了。更遑论还有个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聂明觉，既然脱不了干系，那就让他情有可原。金光瑶暗地里掐了自己一把，感觉眼眶见湿，悄悄往蓝曦臣那边迈了一步，正要拉住聂明觉的衣衫准备开口，突然发现自己双唇紧闭，发不出半点声音，竟是中了蓝家的禁言术。是谁？二哥？不可能，蓝忘机也不可能管闲事对自己禁言。还有谁？那个白衣魏无羡，他到底是什么人？金光瑶眉头紧皱，拉住蓝曦臣，冲他挤眉弄眼，想要让他帮自己解了这禁言。蓝曦臣自是认出金光瑶中的是蓝家的禁言术，疑惑地望向那白衣魏无羡，就见对方冲着自己憨憨一笑，仿佛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做了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后，向着自家兄长讨饶。他家大哥当年错信了结义兄弟，被金光瑶耍得团团转，甚至间接成了包庇杀害赤峰尊以及更多无辜之人的凶手的帮凶，导致大哥花了几年的时间才从自己的心魔中解脱。如今一切虽未发生，但大哥到底还没看到那血淋淋的证据，心中多少留有余地，还是不要让金光瑶这口吐莲花的人先胡乱狡辩糊弄一通，扰了他大哥心神。大哥，我们先进去探查探查呗，你不知道，这儿虽然有阵法镇压，但是里面的怨气还是溢出来了些，情况紧急拖不得的，有什么话等咱们出来，你再听脸方尊说，好不好？白衣魏无羡乖乖巧巧一番询问，说的倒也在理。蓝曦臣心底的某种当哥哥的乐趣得到了满足，看着这位公子越发顺眼，连他脱口而出的似是不合规矩的称呼也不甚在意了。蓝曦臣抽出被金光瑶拉着的衣袖，语气平静道：“阿瑶，你且在此等我，有什么话我们出来再说。”金光瑶别无他法，只能委屈乖巧的点点头。聂明觉对此冷哼一声，这金光瑶刚刚就在狡辩，如今这做戏的姿态看得他眼疼，想想不放心，还是绑了金光瑶，吩咐了聂家人几句，才准备带人进去。聂怀桑十分自觉地松开了拉着他大哥袖子的手，表示自己乖乖在这等着。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什么意外大哥还得分神护着他，倒不如老实等着。蓝忘机想跟着兄长一同进去，却被蓝曦臣拦住，让他在外照看那些温家的老弱妇孺。蓝曦臣明白，众人此时没有发难，不过是因为眼下金家的作为更令他们担心罢了。这白衣魏公子执意要保温情一脉，必有隐情，而且据他所知，温情一脉从来是只救人不杀人。射日之争时，他已有幸见过这位仁心医者救人，不分敌我。这位公子一袭蓝氏衣袍，不管是传说中的回溯，还是什么他不知的时空之法，想必与蓝家渊源颇深。他要保的人，又都是些老弱之人，不过是给个容身之所罢了。若理由正当，蓝氏助力一把未尝不可，且看是何缘由了。蓝忘机正要开口拒绝，就听得白衣魏无羡保证道：“蓝战，你放心吧，有我呢，大哥不会有事的。”又朝黑衣魏无羡的后背拍了一巴掌，而且你还得好好看着这个臭小子呢。蓝忘机见兄长朝自己点了点头，又看了看要把这一巴掌打还回去，但愣是打不着的黑衣魏无羡，低头拿出那只明显年代更久些陈情，递给正在逗人的白衣魏无羡，防身。好嘞。白衣魏无羡展颜一笑，接过陈情，顺手转了几圈，别在腰间。复又冲着蓝忘机挑眉，不过韩光君把这陈情还给我，
不怕我拿他做坏事吗？蓝忘机面对这样活泼如听学时期的魏无羡是有些无措的，被那笑容晃了心神，下意识移开眼，却又舍不得错过，复又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瞧。还未等白衣魏无羡好好欣赏这害羞又倔强的小蓝二哥哥，一旁他也不知道姓甚名谁是哪家的人，就谄媚开口道：“魏先生高义，我等自然相信魏先生不会做出什么事。这洞中情形难测，有鬼敌在手，能护卫先生周全，我等也是心安呐。”说罢，一旁几人连声附和。哦，白衣魏无羡回道，以为这白衣魏无羡怎么着也得虚与委蛇几句，结果一个字打发了他们的几人，只得尴尬陪笑。黑衣魏无羡根本没打算听白衣魏无羡的安排，直冲冲就要打头阵，不出意外的被白衣魏无羡一把拉住：“你干嘛？我为什么也不能进去？这里有蓝湛看着呢，这山洞太深，里头的怨气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吧你！你也知道这里头有怨气啊，就你这怨气能随便入侵的破烂身体，进去找死吗？给我老实跟着蓝湛去！”白衣魏无羡手上一个使力推开这臭小子，转身就进了山洞。毫无意外，黑衣魏无羡又倒在了蓝忘机怀里。又是这样，黑衣魏无羡无语了，这人怎么这么爱把他往蓝湛怀里推呢？每次还都推得精准无误，刚好被蓝湛接住。这下更得被蓝湛讨厌了，他最不喜与旁人触碰，却要被迫接着他这讨人厌的。黑衣魏无羡不知道的是，不是那白衣的推得精准，而是无论何种情形，蓝忘机都会在魏无羡站不稳的时候牢牢接住他，只求他不会推开他。这山洞曲折蜿蜒，内藏玄机，一重又一重的阵法镇压着这里的怨气，不至于外泄。一宽大的密室中堆着数百具尸体，看服是各家均有，温家居多，还有几个活人被铁链牢牢拴住，意识早就不清醒，只一味地奋力挣扎着。而另一间石室，看样子是薛洋休息之处，这里应用具上的牡丹纹却是铁证如山。收集证据，收敛尸身，净化怨气，超度亡魂，白衣魏无羡同蓝曦臣等人忙活了好一阵，才将这里清理干净。做完收尾工作，蓝曦臣出来深吸几口气，努力平复了心中激荡，拉过金光瑶，强硬让金光瑶与他对视，只问了一句：“阿瑶，我问你，这些事你可知？”金光瑶正愣了一瞬，道：“二哥，我知。”说罢，便不再敢看面前之人了。好，蓝曦臣松开手，闭上双眼，长舒一口气，面上无悲无喜。庶子嘎尔，你既知此等罪孽滔天之事，却还要助纣为虐。聂明觉恨不得一巴掌抽上去，就见金光瑶扑通一声跪在他们面前，声泪俱下：“大哥、二哥，你们相信我，我都是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事，不得已而为之啊！我阿娘生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让我认祖归宗，好好听父亲的话。我知他有错，也曾规劝，你们又怎能断言我没有反抗，说我助纣为虐？我说了，可是无济于事，他是我父亲呐，以我母亲的名分为要挟，我怎敢不从？”聂明觉待要开口，被蓝曦臣拦下：“大哥，兹事体大，金光善、金光瑶以及金家其他涉事之人的罪孽自有百家公审，他们再多狡辩，也于事无补。我们先上金陵台。”白衣魏无羡立马表示不愿意掺和仙门百家的事，是非对错，你们自己聚在一起讨论去吧。他先带人走了。蓝曦臣点头应下了，看向自家明显想跟着一起走但就是不开口的弟弟，无奈补充道：“忘机，你便跟着魏公子一起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力而为。金陵台那边的事想必很棘手，得空我再与你联系。”“是，兄长。”这是少年蓝忘机规矩的行礼。“谢谢大哥。”这是白衣魏无羡欢快的道谢。“多谢泽无君。”这是黑衣魏无羡的疑惑却不说。泽无君怎么让蓝湛跟着他们走了？黑衣魏无羡脑筋转了转，可能是怕他带着温家的人作恶，所以派蓝湛看着吧。泽无君真是思虑周全，有蓝家家主的表态，其他人虽有微词，但也没有多言。天色渐暗，金陵台上点金阁里，山雨欲来，大大小小近50几位家主被蓝聂两家紧急召唤聚集于此。之前赶回莲花坞处理急事，
没跟着上穷奇道的江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听到金家这个炸裂般的消息，匆匆一剑赶来，疲倦之下强压着3分火气，口舌之争，细列调陈，言之凿凿，愤愤若天下苦今是久矣。此间无趣，暂且不提。且说魏无羡一行人终于上了乱葬岗，看着被蓝家人护送来的温情抱着温宁的尸体嚎啕大哭，白衣魏无羡沉默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十分欠扁的开口：“晴姐，你哭早了。”然后喊着黑衣魏无羡一起把温宁抬进了伏魔洞。白衣魏无羡一边画符一边教黑衣魏无羡，这教学先生讲得简单，画得飞快，黑衣魏无羡倒是跟得上，一点就透。说到底，他俩本就是一人。最后，白衣魏无羡掏出一精致木匣，解了上面的封印，取出其中的小巧寒玉瓶，将这瓶中液体给温宁灌了下去。好了，估计明天一早温宁就能醒了。你给他喝的什么？黑衣魏无羡好奇道。前2年机缘巧合得到了2株9转还魂草，我跟蓝湛一起炼出来的药。简单的说，有了这个，温宁的身体就不会这么僵硬，加上他自己的修炼，可以慢慢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坐卧、吃东西，只不过到底只是像而已。他不会有呼吸、心跳的。黑衣魏无羡点点头，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说，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是几年后的我？或者说是哪个世界的我？我们以前经历的都一样吗？应该一样吧。我看你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不过为什么你比我矮这么多？我长大以后还缩水了。你问题怎么这么多？不过还是很聪明嘛。白衣魏无羡对小时候的自己既嫌弃又肯定。我是20年后的你，剩下的你等我换个衣服在一起说。你这身脏兮兮的也去换掉吧。和蓝湛在一起这么久，白衣魏无羡到底是见不得衣服一直脏着，多少有点洁癖了。莫名穿越过来，又解决了这么多事，安顿好温宁，白衣魏无羡这才放松下来，心下稍安，伸了个懒腰，才有空嫌弃他这一身血污的衣服。黑衣魏无羡在一旁凉凉开口：“谁让你学蓝家穿白的，披麻戴孝的，蹭到点什么就显得特别脏。我这身就看着没多脏，穿黑的多好。你呀，是不是年纪大了，穷讲究？去，你个脏兮兮的小屁孩，给我起开！你那衣服上沾着不知道什么人的血，就算看不出来，想想不难受啊！快去找人看看有没有干净衣服，我这都是白的，您老人家现在指定嫌弃。”白衣魏无羡话里有话，坐等这个小屁孩之后打脸。他和蓝湛一黑一白诚然十分般配，但2个人都白衣飘飘，也是相当登对的好吗？何况他家二哥哥喜欢看他穿白衣，一模一样的更好，直接穿二哥哥的最好。哼，这种情趣，这个暂时还没有二哥哥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小屁孩是不会懂的。他好像暂时也没有，好想他家二哥哥哦。推了黑衣魏无羡出去，看到站在洞外，听到他们的动静看了过来的小蓝湛，白衣魏无羡冲着黑子魏无羡挤眉弄眼的补充道：“有本事你找蓝湛借衣服去，他那里肯定有干净的。”声音不大，刚好能让小蓝湛听到。说罢，不管2人作何反应，扬长而去。白衣魏无羡翻了翻他的乾坤袋，扒拉了半天就找出来2套蓝湛的衣服。不应该呀，二哥哥肯定都给他准备好了，也不可能拿错了。算了，无所谓。拖着身上的衣服，白衣魏无羡突然灵光乍现，笑得如同偷吃了糖水的小孩子一般。他家蓝湛这小心思啊，怎么这么可爱呢？听了魏无羡调笑的话，暗藏小心思的蓝湛自然不好意思面对魏婴，嘴张了又张半天也没说出什么，耳朵倒是红了不少。满脑子竟因那人一句话而只剩下穿着他的衣服的魏婴的样子，却又觉得这样幻想眼前之人多少有些逾矩了。云深不知处内不可淫乱，不可杀生，不可夜游，不可喧哗，不可疾行，不可攀树。然而家人在前，心如何能静？何况还是个嘴巴闲不住的家人。蓝湛，你甭搭理他，他就是嘴欠，这种人呢就是欠收拾，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魏婴看了眼蓝湛，继续道：“那个，我这身衣服是有点脏了，我去找人问问有没有干净的换一套，这里也没什么能下脚休息的地方。那洞里倒是有几个石头，勉强可以做人。等我。”他
就是里面那个讨人厌的，换完衣服你再进去。魏婴对于他自己骂自己这件事一无所觉，说罢便想要离开。之前没发觉，但他如今总觉得蓝湛看他的眼神怪怪的，这气氛也怪怪的，蓝湛那红红的耳朵也怪怪的，不知道是不是他多想了。哎，不管了，36计先走为上计。然后没成功。魏婴看着握住自己小臂的手，又抬头看着这手的主人，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算了算了，那就等蓝湛开口呗。蓝湛也没有多想，心里只有一个魏婴要穿旁人的衣服的念头，脑子一热就拉住了那人的胳膊，犹豫了犹豫，到底没有说出我的衣服借你这样的话，只留下一句我去给你买，就匆匆下山去了，徒留魏婴一人歪着头想不通。嗨，有人给跑腿买衣服还想啥？我还是帮四叔搭房子去吧。魏无羡换好衣服，也没去管那长出来一块的袖子，从伏魔洞中出来，就见得小阿院紧紧抱着思追的脖子，躲着景怡在他肉嘟嘟的小脸上作恶的手。白衣魏无羡顿时捧腹大笑，这画面着实诡异又搞笑。魏前辈，你不要笑了。思追擦了下被自己的口水蹭到的脸，无奈道：哈哈哈哈，思追呀，抱着自己的感觉怎么样？魏无羡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止不住的发笑。阿院听到声音回头看到了魏无羡，扑腾着小腿就要从思追身上下来，倒腾了好几步，在将要摔倒的时候，抱住了魏无羡的大腿，奶乎乎的喊了声哥哥，将挂在腿上的小萝卜头抱起来。魏无羡道：哎呀，我们阿院从小到大都最喜欢羡哥哥了，对不对呀？最喜欢，格羡哥哥。刚吃了好几块景怡给的糕点的小阿院忍不住打了个嗝。小萝卜头心满意足窝在羡哥哥怀里，一旁的大萝卜头倒是闹了个大红脸。听了这话，一旁的蓝景怡不乐意了。什么吗？小阿院，你刚刚明明说最喜欢我，我才给你绿豆糕吃的。说完看着这冲着他傻了的小的，估计是没听懂，又转头对着那大的，好啊，思追，没想到你小时候这么狡猾善变，你欠我3块绿豆糕，记着回了姑苏可要买来还我。这糕可是花了我不少时间排队才买到的。哎哎哎，到时候记得给我也买一袋。这采一阵刘婶家的绿豆糕清甜不腻，可谓一绝。孩儿们的几句话倒是把魏无羡的馋虫勾起来了。魏前辈，我们小辈的月钱才多少啊？别想讹我们，要吃给钱。要是你请我和思追吃，那我们倒是不介意跑这趟腿，嘿嘿。景怡的手掌摊开，伸到魏无羡面前，要钱意味明显。其实蓝景怡也不是真的穷，他蓝家有的是钱，自然从不亏待弟子。魏前辈不爱带钱袋子，就算韩光君给他备好了，也早就被他扔到乾坤袋的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了。出门夜猎，若韩光君不在身边，都是他和思追掏钱，过后韩光君也会补给他们的。他就是跟魏前辈顶嘴，没大没小惯了而已，何况韩光君不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魏无羡一巴掌拍在蓝景怡伸来的手上，蓝景怡立马缩回手，故意叫嚷着疼。好小子，这么小气，一点都没有我夷陵老祖的风采，这钱我还就不给了，你们孝敬我的，我凭什么给钱？略魏无羡吐着舌头，扮鬼脸，这位老不尊的派头拿捏得死死的。蓝景怡不甘示弱，你才小气，惯会花我们的钱，略这为幼不敬的姿态也是十足实的。小阿院看着他俩都这样的表情，觉得有趣，也学着挤眉弄眼吐舌头，自己把自己逗乐了。拉开这两个幼稚的人，成熟的蓝思追站在中间道：好啦，魏前辈、景怡，你们别闹了，回了姑苏，我去买就是了，保证让你们吃够。果然还是我们家思追儿最是懂事贴心。蓝景怡，哼。对了，金陵呢？怎么这么久不见他？魏无羡东张西望，也没瞧见。金陵看你跟小魏前辈进山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就跟我们说了声先走了。他说他想回莲花坞看看。蓝思追道：哦，好吧，他想去便去吧。这孩子大抵是想见见他阿娘。思追，你传音给金陵，让他小心行事。此间诸事因为我们的到来已经大改，他也成年了，要不要说出我们的过往，就由他自己决定吧。至于咱们怎么回去，我还没研究明白，
有消息自会告知他，让他有什么事记得联系我们。好的。魏前辈，蓝丝追道。蓝湛一路走一路买，不仅买了魏婴的衣服，用得到的用不到的一应生活用具、棉被衣物全被他装进了乾坤袋。魏婴看着蓝湛变戏法般将东西从乾坤袋中一样一样掏出来，满满当当的摆在伏魔洞中，只觉得此刻的蓝湛头上顶着2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有钱。魏无羡叫来晴姐，简单和几个人说了他们的来历，对于过往却没有多言，当然更没说他和蓝湛结为道侣的事，说出来可就不好玩了。被蓝湛问起手腕上的墨额，魏无羡只含糊道他现在是蓝家人，自然有墨额。面对魏婴追问他为何脱离了江家入了蓝家，魏无羡只道世事无常，蓝家很好，再多问就统统都是一句老神在在的天机不可泄露了。众人简单收拾了收拾，这乱葬岗倒也暂且能住下人，这里可比穷奇道好太多了。让魏婴没想到的是，蓝湛竟然要求留下来。魏无羡倒是没有觉得意外，任劳任怨铺着他家小蓝湛的床，一层被子觉得太薄，睡着可能不舒服，又拿来一床被子铺上。看着一旁虽然别扭着面上不显但明显都很开心的2个人，心中默默感慨，年轻时的他跟蓝二哥哥那是相当纯情啊。蓝湛，魏无羡喊道，你俩别大眼瞪小眼干坐着了，那床铺好了，今天就将就一晚上吧。快来快来，先净手洗脸。蓝湛不知他竟然是在为他铺床，走到魏无羡面前，喂，你想叫什么便叫什么，我虽来自未来，但依旧是魏婴。你的魏婴可知缘由？大抵是我们夜猎时冲撞了山上的神兽，或者是入了什么阵法，才得此机缘。等事情安定了，回家以后去藏书阁找找有什么线索。魏无羡一边说，一边将他乾坤袋里的水袋、毛巾掏出来，末了无比淡定地拿出来一个铜盆，用内力将水加热，示意蓝湛洗脸。蓝湛错愕地望着魏无羡，没有动。没事，你洗你的，我这还有水，这地方洗澡是不可能了，总不能让你脏着脸去睡觉。魏无羡隔空点了点蓝湛右脸上的灰尘道：多谢。蓝湛其实很想问问魏无羡，未来的自己和他是什么关系，但魏婴神神秘秘的明显不想细说，但他们未来的关系看来应该还不错吧。想到这，蓝湛心中暗暗升起些小雀跃。不必言谢啊，小蓝二公子。魏婴早就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蓦然觉得未来的自己十分贤惠。这个词魏婴打了个寒噤，不对不对，错觉错觉。想想还是别扭，看了眼正在收拾床铺的思追景仪，魏婴挪到他俩身边，哥俩好一般搂着思追的肩膀，悄咪咪地道：我说你们俩刚刚看见了吗？看到什么？蓝景仪问道。那个呀，魏婴冲着不远处的2人挤眉弄眼，那个大的我怎么还想着让蓝湛洗脸呢？他自己洗脸都是胡乱抹2把，竟然会想着把水加热，随身带盆更是离谱。蓝景仪纳闷，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不很正常吗？想到魏前辈的提醒，他不许直接告诉小魏前辈未来他和韩光君的关系，蓝思追笑了笑，道：魏前辈和韩光君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们把对方照顾得很好。魏婴觉得这个世界多少有点玄幻。雨过天晴，再加上魏无羡一大早净化了不少怨气，乱葬岗的空气也变得清新不少。没办法，没有蓝湛的床，太冷了，他睡不踏实，不到卯时就起来了。看了眼还睡着的几个人，难得他魏无羡起得最早。魏无羡回来的时候，蓝湛和魏婴刚刚从温宁那里出来。温宁怎么样？醒了醒了，你刚是没看到，晴姐抱着温宁哭了好一阵子。魏婴兴冲冲的道。魏无羡心下欢喜，边跑边喊道：我去看看。他还说比我们大20岁，你看他这横冲直撞的样，分明就是个毛头小子。魏婴撇了撇嘴嫌弃道：那证明你未来过得很好。蓝湛看着魏婴，认真道。本以为蓝湛不会回应自己随口的吐槽，听到这话的魏婴有一瞬间的怔愣，而后灿然一笑：是啊，我一定过得很好。魏婴感受到山下禁制被触动，立马向山下跑去，蓝湛紧跟其后。
二人在山下碰到了面色不善的江城以及30名江家门生。看着一同下来的两人，江城眉头轻皱，总觉得画面不怎么顺眼。行礼打过招呼后，江城道：“魏无羡，你这进制怎么连我都防着上不去了？”江城捏了捏眉心，昨天的清谈会吵得他头疼。本来证据确凿，金家主母破釜沉舟，自愿割去一大半家产，以平众怒，为亡魂，保住了他儿子金子轩。金家根基虽损，但到底还在。主事的金光善、金光瑶以及薛洋被关押，只待百家商讨出结果，斩了便是。其余涉事人等还需进一步核查确认，再行处置。但这众人商讨金家家产的分配，就吵了1个时辰。他不过是多说了几句，何况此番本就是魏无羡带着众人发现的这个惊天秘密，那姚宗主就将矛头指向了他，还说什么你待他人真心实意，也不知人家领不领你的情。什么养大的他的江家，还不如他带兰家亲近。最后说着说着，竟然说到了魏无羡要保的温家人身上。提到温家，自然又是一番群情激愤，连带着魏无羡也骂了进去。家仆之子，得老江宗主偏爱，是非不变，嚣张跋扈，邪魔外道云云。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给个交代，其余改日再谈。但他倒是不知，魏无羡几时与泽无君交情如此深厚，竟得他为其辩护。我本来没想着连你也拦的，是那个不知道打哪来的魏无羡让我把金制下周全些，谁也不要轻易放上来，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怎么样啊，金家那边？江家门生被留在山脚等候，二人边走边说，交换着两边的消息。蓝湛跟在一旁默不作声。到了伏魔洞，魏无羡见到江城，也只是礼貌地打了招呼，没有多言，便拉着蓝湛出去了，留下这二人自己去谈吧。江城找了个椅子坐下，昨天我就想问了，这未来的你怎么对我态度怪怪的？他真的是你？我怎么知道？他又不愿多说。想到未来自己入了蓝家，却又对江家闭口不言，魏婴心中甚是烦闷。几番交谈，江城得知温宁竟然真的被魏无羡唤醒了，心下惊骇，就见温宁端着茶水进了来。公子，江宗主。话音未落，江城突然拔出3毒，直斩温宁喉咙，竟像是要把他头颅一剑削断。魏无羡反应奇快，在他手臂上一击，打偏了剑势，喝道：“你干什么？”魏婴拦住江城，让温宁赶紧出去。两人的吵闹声在伏魔洞内响起，连洞外的人都听得真切。温宁回头看了看，对魏无羡道：“公子，别难过。”魏无羡笑说自己没事，得亏温宁厉害，如今身体如铜墙铁壁般，谁也伤不了。公子，以后我保护你。温宁僵硬的嘴角向上牵起，坚定说道。这话倒是勾起了魏无羡的一些有趣的回忆，扑哧笑了出来，拍了拍温宁的肩膀，示意他先离开。蓝湛问道：“为何让温宁进去？”却原来刚刚是魏无羡故意让温宁进去的，他知道有魏婴在，江城伤不到温宁，此番伤的不过是他自己罢了。为了让我看清啊！魏无羡长舒一口气道：“看清，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理他该懂。世事无常。”蓝湛看着这个来自20年后的魏婴，眉眼间俱是心疼。有时他觉得他身上有种历经世事沉浮后的波澜不惊、沉着安定，有时又觉得他一如少年人般打闹逗趣，喜怒哀乐毫不藏掖，做事全凭本心。我虽不知你所立何事，但我知你心性。往事如烟，随风而散，这份豁达与赤心，难能可贵。是啊，世事无常。我不知道这里的人和事是否完全同我那个世界一样，更何况还有我这个变数。我的到来改变了这里事情的走向，所以我不愿多说。魏无羡转头，恰好对上了蓝湛不知何时起就一直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蓝湛，你明白吗？蓝湛点了点头，道：“我明白。道听途说，终究不如亲身经历。”魏无羡的心因为蓝湛的一句话而愈贴火热，拉着蓝湛的胳膊道：“蓝湛，要不是这里没酒，我定要拉着你痛饮一番。”这就是蓝湛，一个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能完全理解他的蓝湛。一句不必保我，气了吧气的江城转头就走。刚出洞，一抬头就是2个拉拉扯扯、
眉开眼笑的大男人，江城连规矩都不顾了，闷头就走。没眼看，这乱葬岗和他八字不合，找气受来了。魏无羡看了看那个逃命般的身影，冲着蓝湛耸了耸肩，复又说道：“不过，蓝湛。”见魏婴一脸玩味，蓝湛直觉不好，话是这么说，你还是好奇对吧？魏无羡围着蓝湛转了一圈，细细打量着这人。好奇我和你的关系？魏无羡突然从蓝湛身侧探出头来，直勾勾地盯着蓝湛。被戳破心思的蓝湛悄悄侧头躲避，但余光又不自觉地往魏无羡脸上瞥。魏无羡抿嘴偷笑，如同恶作剧成功的小孩。只见他突然窜到蓝湛面前，吓得蓝湛下意识后退一步，面上努力维持镇定，心中暗自期待好奇，但又不明说。但是我就不告诉你。略说完就跑，徒留蓝湛在原地眨了眨眼，好似还没反应过来。二哥哥。跑到洞口的魏无羡突然转身，蓝湛听到，下意识抬头，被那人晃了心神而不自知。这称呼不似当年藏书阁中的顽皮故意，而多了些温柔缱绻的味道。有些话是要说出来的，知道吗？你不妨勇敢一点，但是什么鬼道损身损心性的话就不要强硬的说了。这个时候的他根本听不进去，这后半句魏无羡没说，让这小蓝湛自己去参悟去吧，他先去看看自己那个小木头疙瘩。魏无羡进得洞来，就见魏婴已经没事人一样盘腿坐在地上研究风邪盘。挨着魏婴坐下，魏无羡看了会儿，并没有打算直接告诉他风邪盘怎么做，开口道：“还是3日后约战。”“是啊，总要做做样子嘛。”魏婴随口应道，一门心思都在手上。看着自己这无所谓的样子，魏无羡无奈道：“行吧行吧，你愿意挨捅就去，就是别放水太严重，你受伤有人心疼。”“谁会心疼我呀？”魏婴只觉魏无羡在说胡话，没事，就算肠子被捅出来了，我都能面不改色塞回去，再跟他大战300回合。说完，还十分得瑟地冲着魏无羡挑眉。“得了吧你！”帅不过3秒，魏无羡一巴掌呼在面前这张欠揍的脸上，往后一推，魏婴身体一个不稳就倒在了地上，扔下手中还只是块无用的木疙瘩的风邪盘。魏婴爬起来正要找这人算账，就被魏无羡一句“我们先来谈谈正事”给制止了。“你能有什么正事？”魏婴拍拍衣服上的土，撇了撇嘴道：“温家人的去处啊。”魏无羡心中默念：“不要跟小屁孩一般见识，不要跟小屁孩一般见识。我打算把他们放到蓝家。我写了封信交给蓝湛了，托他带给大泽无君。蓝家收不收，就看泽无君的态度了。”魏婴听到此话，眉头紧皱，火气骤然窜了上来：“我贾谊和江城决裂，就是怕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你怎么还将蓝家牵扯进来了？我带着他们老实待在乱葬岗，不去招惹麻烦，定能护他们一世周全。”从这白衣魏无羡在窦岩厅磨磨唧唧，非要找人跟着一起去救温宁，他就很是不理解了。如今竟打算要蓝家收留温家众人，这不是给蓝湛找麻烦吗？你都不用找麻烦，那麻烦自己就来找你了。你要在这世上安然立足，就不能让自己背着无端的骂名。怎么，你这么喜欢找吗？白衣魏无羡双手抱胸，睨了黑衣魏无羡一眼。立足？从我决定护着这温家人，那道貌岸然、欺软怕硬的仙门百家就容我不得了。乱葬岗他们又上不来，我在这待着挺好。他们上不来，那江城呢？何况引你下这乱葬岗，何其容易。江城末，魏婴本想说江城上来也没事的，但是一想到刚刚江城向温宁拔剑时的狠厉决绝话，他就说不出口了，只能说幸好魏无羡让他把禁制射程，谁也上不来。魏无羡有那么一刻想将之后的事和盘托出，让这个没脑子的自己好好想清楚，但又忍下了。说什么呢？说师姐死了，说5大家族围攻乱葬岗，江城带的头，说温家人最后用自己的灰飞烟灭救了不肯给他们一条活路的名门正派，说自己遭受的一切导火索竟是一个无耻小人的记恨报复，恨的还不是他。他既来此间后事便不同以往了。说出来不过徒增这小子的烦恼，何况孰是孰非，说得清楚吗？可叹啊，可笑，最终他无力道：“魏无羡，
你可知，作为射日之争中战功卓著的5大家族之一，要一支温家战俘不是什么难事。哎，他当年怎么就那么不知变通？更何况温情姐弟与我，于江家有恩，有大恩。你跟众人说清楚，便不会造成你执意护温氏众人对抗仙门百家的局面。这江城不是讨厌姓温的吗？你又不是不知道。魏婴头疼的厉害，使劲按了按太阳穴。再说了，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我管这天下众人如何评说，嘴长在他们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问心无愧。你既是未来的我，当知我一向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怎么你如今这般瞻前顾后了？魏婴隐约觉得自己读懂了魏无羡的言外之意，却不愿意去深究，更何况这怨气趁机入体，搞得自己更加心烦意乱，只能带住这一点跟魏无羡胡乱枪声发泄。好一个得失不论！魏无羡当真被以前二愣子一般的自己气笑了，冲着魏婴的脸就是一拳。那如果这失的是蓝湛呢？你 TM 要不要论一论？你的一个毁誉由人，倒让蓝湛失了心，受了那永远不会消失的33道戒鞭，问灵13载。你是想着死便死了，可蓝湛却守着你留下的最后的一点念想，挨过了多少个春秋。偶尔午夜梦回，他也会想到，若是没有聂怀桑，没有莫玄羽，他的蓝湛余生便要一个人度过了，守着他胡乱写在纸条上的只言片语，握着他一时兴起朝人扔去芍药花，藏着他最爱的天子笑，弹着那一曲终究无人应的问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孤一指影无人伴。毕竟自己这不开窍的脑袋，一心只想跟蓝湛做朋友，也没有去深究自己为什么非得跟蓝湛做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喜欢上蓝湛了。射日之争时又受怨气影响，看谁都觉得带着恶意。他家二哥哥那时候又是个不会说话的，他想着红尘无人念我，我一不再眷恋这红尘，终究是死了的好。当时的自己的的确确没有一点想要回来的心。蓝湛等不到的，他知道这又不能怪从前的自己，但是每思及此，他的心还是会仿佛被人生生攥在手里一般，痛彻心扉，非得要紧紧抱着蓝湛，好好亲一亲贴一贴才能好。就是大半夜把蓝湛亲醒了的后果，他得自负就是了。你说什么？顾不得脸上传来的疼痛，魏婴惊诧道：什么戒鞭？什么问灵？问谁的灵？短暂的震惊过后，蓝湛很快明白眼前这眉眼更加成熟坚毅的自己，怕是和那20年后的魏婴一样，来到了这个时空。你同魏婴来自一处？我来寻他回家。蓝忘机道，心下微动，将回家这2个字反复咀嚼。蓝湛复又问道：我与他，未来他为何入了蓝家？蓝忘机侧头，他没跟你说。有些意外，但转念一想，倒也明白。蓝湛摇了摇头。蓝忘机嗯了一声，简单询问了几句如今何年，以及魏无羡来到这之后的事，便不再多言了。一阵沉默，蓝湛还是开口问道：我们真的不用进去看看吗？里面虽然没什么动静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不必，他有分寸。蓝忘机想了想，又补充道：这是魏婴的心结，前尘往事，魏婴都已看淡放下，但唯有他背上的戒鞭，他无望的问灵，看不开，放不下，一直记在心里。魏婴偶尔还会自己钻牛角尖，想着那若其诧异着的如果，想着那不会发生的万一，而深深后怕着。此番机缘，何尝不是圆了魏婴与他的一个梦？心结，他心疼我。蓝湛突然不想跟这人说话了，这厢相对无言。那厢的魏无羡没有理会揪着自己衣服执着要一个答案的魏婴，他如今心神不稳，怨气趁虚而入了。魏无羡先施法帮他化去了肆意冲撞的怨气，盘算着回到云深不知处要抓紧时间教魏婴净化怨气了。看这人心绪已经冷静下来了，魏无羡才道：你先不要问蓝湛，你只需记着，在随本心去护别人的同时，也要记得护好你自己。你若伤着了，蓝湛会比你更疼。魏婴闭眼凝神，感受魏无羡传入自己体内的灵气正温柔包裹着怨气，一点点将怨气化去，身心是修轨道以来从未有过的舒畅。听到魏无羡的话，魏婴那想岔了的脑袋此时深觉蓝湛对朋友当真是十分讲义气，
竟能做到疼有人之疼。所幸他没将这想法说与魏无羡听，提起蓝湛，心中思念更甚，明明满打满算才2天没见啊。压下心中情绪，魏无羡话锋一转，臭小子，我且问你，刨去你同温情温宁的朋友之意，相助之情，这温家姐弟的恩情，是你一个人的吗？魏婴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什么。自然不是他一人的，有些人，有些事，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魏无羡拍了拍魏婴的肩膀，他跟他说了这么多，总能想明白的。魏无羡还是相信自己的同道殊途，他从前只是不愿多想罢了。江城的选择，我虽不认同，但也不能强求，把他们放在江家的地盘，我不放心。金家不用想了，聂家倒也可以，就是来回怪麻烦的。什么麻烦？过年过节的来回走亲戚呀。想到思追，魏无羡来了兴致，语气都轻快不少。哦，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思追后来虽然入了蓝家，由蓝湛亲自教养，但他本家是温家，这以后逢年过节的不得回来看看他姑姑婆婆叔叔的呀。思追就是外面那个叫阿苑的小朋友。你别看阿苑现在呆呆傻傻的一个小娃娃，长大了可不得了，跟景怡有蓝氏小双璧之称呢。所以呀，蓝家最合适，就在自己家的地界，找个山清水秀的村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的日子多舒坦。想他们了，不用走多远的路就能见到了。魏无羡托着腮想象着他们的平静生活，眸中温柔更甚，并且顺带着将自己夸了一番，深觉自己是个思虑周全的人。你倒是全身心信任蓝家。魏婴能感受到魏无羡他是真的把蓝家当做了自己家。你不信任蓝家人？魏无羡挑眉，蓝家君子，他素来钦佩。就像你说的，蓝家很好，除了饭菜难吃，规矩太多，还有蓝湛这么好玩的人给我逗。但是我修了鬼道，蓝湛就看我不惯了，不一样了。魏婴自嘲一笑，不过我这样的大魔头，到底是怎么在蓝家待得这么习惯的？你的鬼道怎么也没被废啊？魏婴才意识到这点，看着未来的自己，甚是不解。蓝家容忍他生活在云深不知处就罢了，竟然对他的鬼道也没有什么约束吗？他光魏无羡的鬼道修为远在自己之上，而且还有金丹，虽修非常道，但行正易事。蓝家没你想的这么古板。魏无羡的话语虽轻，但铿锵有力，重重打在魏婴的心房。什么？魏婴一直以为正道楷模的蓝家是最讨厌他这种邪魔外道的，那蓝湛为什么要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关押？他急切想要从别人口中求一个答案，求一个那人认可他、理解他的答案。不是关押，也没有要废你修为。魏无羡握着魏婴的肩膀，坚定地告诉曾经的自己，他知道自己有多怕看到蓝湛眼中对自己的厌恶和冰霜。他与蓝湛的错过、误解，皆因当初的我不问，你不说。你不妨直接问问蓝湛，他为什么要把你带回云深不知处？记着，心平气和地问。小蓝二哥哥，机会我可是给你创造了，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的了。魏无羡觉得自己就是来当月老的，为了这俩小孩的感情操碎了心。魏无羡提出要去山脚下的镇子里逛逛，美其名曰热闹和美食有利于身心健康，对他这被鬼道扰乱的心神甚是有用。然而魏婴觉得他就是嘴馋了，拿他当借口罢了。且我还不了解你，先去找蓝湛还有思追，叫上他们一起。魏无羡边走边说，拐出洞口，抬头便见那熟悉的高大身影，逆光站在前方等他。蓝湛，高声喊出他的名字，总是让魏无羡心生欢喜。蓝忘机和蓝湛闻声望去，只不过一个站着未动，另一个早在听到呼唤之时，便伸出双臂，准备接住向他飞奔而来的他的魏婴。魏无羡3步并作2步，窜到蓝忘机身上，双手紧紧搂住蓝忘机的脖子，双腿环着蓝忘机的腰，整个人挂在了他身上。蓝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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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蓝忘机一手托着魏无羡的屁股，一手抚着他的后背，将人更紧地圈在怀里。我来了。你怎么才来啊？躺在蓝忘机的肩膀上，魏无羡委屈巴巴开口，我给你烤的鸡腿你都没吃上，我也不知道它掉到了哪里，我被狗追着跑，
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儿了。温宁刚醒，那2个小的太傻了，到现在都不开窍。这里床太凉了，我昨天都没睡好。那小子还傻不拉几的又要去挨捅，魏无羡东一句西一句，迫不及待的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蓝忘机。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他曾经亲身经历的世界，就算他如今修为再强大，没有蓝忘机在身边，也是会不安和彷徨的呀。魏婴，蓝忘机打断了魏无羡。我在。蓝忘机贴着魏无羡的耳朵轻声呢喃。魏无羡整个人骤然放松，泄了力窝在蓝忘机怀里，脑袋蹭了蹭他的肩膀。蓝湛，我好想你啊。一旁的蓝湛见此，再加上刚才魏无羡同自己说的话，心下已有猜测，只觉耳根子火烧火燎。抬头看了眼表情正愣的魏婴，正巧对上了魏婴看过来的眼神。魏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猛地错开眼神，不去看蓝湛了。韩光君，韩光君。蓝思追和蓝景怡远远地看见韩光君怀里挂着个魏前辈，这熟悉的场景一看就知道是他们的韩光君来找他们了，兴奋地边跑边喊，逗得被思追抱着的小阿苑咯咯直乐，张开小胳膊在空中扑腾，还以为是在玩飞飞的游戏。韩光君，您终于来了。蓝思追在蓝忘机面前站定，高兴道，就是看看韩光君身上的魏前辈，再看看以同样的姿势挂在自己身上的自己，这画面着实显得魏前辈更加像个小朋友了。咦，2个有钱哥哥？一样的。阿苑好奇，伸手就去拽蓝忘机的衣服，被蓝思追拦住。抱歉，韩光君。想到自己以前就是这样抓着韩光君的衣服，有钱哥哥有钱哥哥的叫着，蓝思追总觉得不好意思。无妨。再见到这般年纪的阿苑，蓝忘机也甚是怀念，眉眼都不自觉地柔和了。从蓝忘机身上下来，魏无羡抱过阿苑，塞到蓝忘机怀里。蓝湛，这么大的阿苑，你也好久没见了吧？蓝忘机熟练地抱着阿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换来了阿苑一句甜甜的有钱哥哥，并且一如当年一般，小手勾住他的脖子。当初他带阿苑回云深不知处，因为从来没照顾过孩子，总有些做得不周到的地方，2个人磕磕绊绊一起度日。与其说他给了阿苑一个容身之所，倒不如说是阿苑这个唯一和魏婴有关的孩子，陪他度过了这渺茫又黑暗的13年。哎呀哎呀，咱们小阿苑有人抱抱有人摸头，可不能冷落了大阿苑。魏无羡心情甚好，就开始闹腾，张开双臂冲着蓝思追，来来来，让羡哥哥抱你。蓝思追一俯身，躲过魏无羡热情的拥抱。魏前辈，你不要闹了，别跑啊，快点让羡哥哥摸摸头，哈哈。思追，你莫不是会吃自己的醋吗？蓝景怡故意笑话道，难得和魏无羡同一战线，追着思追到处跑。魏婴。蓝忘机看向从刚开始起就一言不发的魏婴。那个蓝湛。蓝忘机点点头，凝视着有些局促的他。这时的魏婴最是敏感脆弱，他其实也想摸摸他的头，告诉他你做得很好。万般思绪都化作温柔一笑，留下了一句照顾好他给蓝湛，便抱着孩子去找他上蹿下跳的魏无羡了，顺便解救一下思追。蓝湛，魏婴还没有从刚才那惊鸿一瞥中回过神来，那话本中误入凡尘，一笑倾城的仙子也不过如此了。魏婴看向面前这个稍显稚嫩，但已是矫如玉树、出尘脱俗的蓝湛，就是这个仙子看着他的眼神好像有点焦急。你笑起来原来这么好看啊。蓝湛，从此魏婴又多了个兴趣，那就是千方百计让蓝湛笑给他看。看着在街上扫荡的魏无羡，以及跟在他后面负责给钱的蓝忘机，魏婴已经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目瞪口呆了。只见魏无羡大手一挥要了10大坛子酒，而后就不管不顾跑去另一个摊位上问着这甜水怎么卖的。蓝忘机则十分自觉地给完钱，把酒装进乾坤袋，再跟上魏无羡，刚走到他身边就被他喂了一勺甜水，非但没有拒绝，还点头觉得味道不错。这还是那个冷漠地说着我不与旁人触碰的蓝湛吗？蓝湛，魏婴用手肘碰了碰身旁的蓝湛，没想到多年以后你变化这么大。蓝湛听此，默默站到魏婴面前，不偏不倚，
挡住了前面那个未来的自己。掏出钱袋子，放到魏婴手上，给你。给我。魏婴看着这个钱袋，精致得很，不像是蓝湛这种清雅之人会喜欢的，倒像是姑娘家的香囊，而且总觉得有些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蓝湛耳根子红了红，半晌憋出来一句随便花。噗！看着蓝湛这别扭扭是好的样子，魏婴没忍住笑了出来。蓝湛，我觉得你也没这么讨厌我嘛。话说得轻松，魏婴其实心里也在打鼓，隐隐期待着蓝湛的肯定。他一点都不希望蓝湛讨厌他。蓝湛别过头，不去看眼前人探究的眼睛，轻声嘟囔了一句不讨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魏婴甚至有一瞬间高兴地忘记了呼吸，眼神越发明亮。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哪里是没听清，不过是这样的小古板太好玩了，不逗一逗那就没天理了。没成想，蓝湛深吸一口气，抿了抿嘴，似是下定了决心，再看向他，眸中无比坚定，一字一句认真说道：魏婴，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曾经的脱口而出的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不过是因为你的出现搅乱了我平静无波的心底，你自顾自地闯入，将我的人生添上了一笔永不消退的艳红，又毫不在意地跑远了，让人抓不住一片衣角。而我无能为力，深陷其中，心甘情愿。突然的严肃让魏婴有些不习惯，他仿佛看到了蓝湛的眼中汹涌着些什么。就在魏婴没有回答，脑子里还在思考着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些将要隐藏不住的情绪已在蓝湛眨眼的瞬间隐匿了起来。算了，慢慢来，不能吓到他。蓝湛如是想。我就说，我这么讨人喜欢，你就是嘴上说着讨厌我，心里也肯定是喜欢我的。魏婴喜滋滋地夸着自己，没有在意蓝湛那句轻声的不是仅仅是随口附和而已。魏婴还是把钱袋子还给了蓝湛，蓝湛却不想收回来，皱了皱眉道：我的便是你的。蓝湛，你也太够意思了。好兄弟，以后哥哥我有的，便也有你的一份。魏婴猛拍了一下蓝湛的肩膀，学着那戏中的语气，哥俩好的说道，体验了一把绿林好汉的兄弟情谊。蓝湛，不过这钱还是放你那吧，我不喜欢带着，放我这里哪天就丢了，反正有你呢，我买东西，你给钱就挺好。蓝湛紧绷的心放松了下来，倒好。蓝湛，你刚才是不是笑了？就虽然微小，但我看到了，你嘴角上翘了。没有。提起这个，蓝湛就想起来魏婴觉得那个蓝忘机笑起来好看的事，坚决否认。笑了，就是笑了，我肯定没看错，你再笑一个呗。不，哎呀，好蓝湛，笑一个，你笑起来可好看了，真的。我不骗你，你一笑，这得迷到多少小姑娘啊。魏婴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蓝湛直接绕过他走了。蓝湛，魏婴拽住蓝湛的袖子，蓝湛任由他抓着，依旧往前走。那你说你怎么样才会笑？我讲笑话给你听，我给你买好吃的。哦，不行，我没钱，拿你的钱给你买好吃的，好像想想不太能高兴地笑出来。魏婴眼珠一转，不如伸出了罪恶的小手，我挠你痒痒。可惜偷袭失败，还没抓到蓝湛的腰，就被蓝湛伸手挡住。哎，蓝湛，你手比我大好多呀。看着自己的手竟然能被蓝湛一手握住，魏婴心奇道，明明两个人个头差不多高啊。魏婴拽着蓝湛的手跟自己的比大小，蓝湛想要收回又舍不得，只能任由魏婴的手掌贴向自己的。蓝湛，他们两个相处的不错嘛，小蓝湛有进步啊。魏无羡其实一直在暗中注意着这两个小的，对于自己曾经的榆木脑袋依旧嫌弃。二哥哥，你说说你怎么这么矜持？喜欢我就应该赶紧说早天天啊，或者直接二话不说把我掳回净室，先办了再说。胡说，我哪有？我说的是实话。你敢说你没想过？不敢。这还差不多。哎，要不是想让他们俩顺其自然，我还挺想告诉他们我们早就是道侣了，多省事。无妨，终究会水到渠成。我们两个呀，命中注定就要在一起。被忽略在一旁的思追、景怡，这节逛的我好像挺多余的。阿苑、蝴蝶、小蝴蝶，